地震或极端降雨容易造成台湾山区发生大规模崩塌与土石流灾害。当大量的土沙进入河道，便会阻隔上游的水流，在土体后方累积大量来水而形成堰塞湖。堰塞湖在溃决过程，它的水流到底是怎么样的变化？没有人知道，因为在溃决的时候呢，几乎不会有人在现场。它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灾害？溃决的水流，它的淹没范围以及它的洪峰量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很希望借由这个实验来告诉大家。为了能更进一步了解堰塞坝溃决过程，以及溃决时洪水及土方所带来的灾害特性，中兴大学水土保持系陈树群教授带领了研究团队，在南投惠孙林场南岛溪首创了全球第一座原尺寸堰塞坝溃决试验场，重现真实灾害现场。南岛溪上游一处面积大约为13公顷的大规模崩塌地，台风期间透过降雨，为试验场带来了丰富土沙资源，成为了试验坝体堆置的主要材料。为了还原天然堰塞坝所拥有的自然夯实条件，试验的土坝在被建造时，每到达25公分，就必须利用挖土机给予压力进行压密，一层一层向上堆置，直到完成一座高达3公尺、宽大约为30公尺的堰塞土坝。为了要了解溃决时在浑浊的水体下土体被冲刷的情形，对峙坝体时，研究团队预埋了3轴感测器。试验当下，若感测器受到水流冲刷，资料便会瞬间自平稳产生剧烈震荡，便能同时得知土体冲刷的时间与位置，了解水下溃口变化形貌。由于堰塞坝溃决研究同步进行了多种分析，包含水位变化、流速、崩塌土方量、水下冲刷等，都需要在同一个坐标系统下才能被进行讨论。因此，利用全测站将所有位置资料做空间上的同步。例如，利用全测站量测感测器埋设位置以及水位计位置。坝体堆置完成后，以人工方式在坝体上方画上1米乘1米的白线网格，利用全测站量测每个白线网格的焦点，为的是利用每个焦点坐标作为后续流速以及崩塌土方量计算时的坐标依据，也能更方便由视觉上了解宽度、高度等距离。试验的蓄水时间大约需要8到10分钟。水流来自上游能高大圳，透过调整闸门、人工造洪的方式作为试验的水源。为了了解坝体内部以及蓄水区水位的变化，使用了压力式水位计记录每1秒水位高度变化，并且配合河道蓄水区地形资料，可以进而得知溃口流量。由于堰塞坝溃决时能拥有高达每秒8公尺的水流速度，以及每秒4立方公尺至8立方公尺不等的洪峰流量，溃决伴随的湍急水流具有极高的危险性。因此，在观测技术上统一采用非接触式的量测方法。在流速的量测上，则使用了影像观测法，在坝体的左右岸及上方共架设了8台不同视角的摄影机，利用保丽龙球能够漂浮在水面上的特性，由坝体上方供球，在摄影画面中能看见水上每颗保丽龙球移动的轨迹。获得了球的位置资料后，便能计算出当下速度。为了能够提升保丽龙球位置坐标的精准度，掌握更精确的流速资料，除了坝体上方的白线焦点之外，
研究团队设计了宽2公尺、长6公尺、高0.5公尺的滤定工具，分别于试验前后摆放在溃口处，透过量测上方焦点获得已知坐标，来帮助收敛保利龙球的位置资料。空拍机的飞行及建模，则是为了记录及时的崩塌土方量变化，了解在溃决时间轴下坝体土方如何受到冲刷与堆积。然而，溃决是一个变化相当快速的过程，单台空拍机无法在同一时间下拍摄多张影像进行建模，因此利用多台空拍机同步记录，就如同单台空拍机在同一瞬间对坝体进行了不同面向的记录。利用多台的空间优势，弥补了只有一台空拍机在记录时时间上的不足。由于影像的记录由人为操作，各部影像录制的起始时间便存在着差异。为了避免时间上的误差，溃口上方架设了2处闪光灯，而不定时闪动的闪光灯瞬间，在影像上的速度约只有 0.016 秒。因此，当影像上看见同一个闪灯时，即能将影像做时间上的同步，确保各影像存在于相同时间轴上被进行分析。当我们有这样完整的一套的实验基础的时候，我们慢慢就可以提供给政府、给当地的居民说，如果在溃决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到什么？比如是说，它的洪峰量会突然间来到，你可能没有办法撤离，所以你在之前就要如何的因应，这是我们做这个实验非常大的目的。谢谢大家。自然堆积的堰塞坝不比人工堰坝稳固，土体的水流入渗，稳定度随着水位高度的增加而变得脆弱。溃决后释放的洪水危及居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更改变了天然河道的样貌。因此，更清楚地了解堰塞坝溃决特性，成为了土砂灾害防治的重要课题。